俩老外比谁更懂中国文化，到底谁能赢呢？我老公曾经跟这个伊朗的老外沙巴比谁更了解中国文化，输了。今天他俩要去参加个婚礼，大胖媳妇想扳回一局。去婚礼之前呢，沙巴说他虽然非常了解中国文化，但是唯一让他紧张的就是中国人这排辈儿。为了防止出丑，他想去之前让我给他列一下关于排辈儿的知识点，模拟考试一下。还问大胖媳妇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练练？大胖媳妇说我不紧张，排辈儿这个事儿我会。然后马上开始作弊，让我提前给他漏点题，他要背一下。我说不用漏，你就记住二姨的丈夫就是二姨夫，老姑的丈夫就是老姑父，把两个称呼连读就行了。背完我漏着题，比赛开始了。结果啊，二夫的丈夫叫什么？球球，二姑，这1分。姥姥的妹妹叫什么？老妹，老妹，姥姥的弟弟是什么？老弟，对，老弟，对，姑姑的儿子，侄儿，还是外甥，我知道，孤儿。下午俩人去参加了婚礼，沙巴借了一套好西装，大胖媳妇则完全不来。我得练习一下新闻贺词。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没有人听你说这个。知道没有？练习这是他们俩。东西有快。在家做饭也要比。大胖媳妇问沙巴会做中国菜吗？沙巴说会。我可以炒，但是我需要找菜谱。我也知道盐要放多少，油要放多少。大胖媳妇告人家，中国菜不是这样做的，做中国菜全凭一种感觉。哎，倒多少？不知道，就是一种感觉。这多少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。这是一种气。啥是气啊？这是一种感觉。冒烟了。人沙巴一走，赶紧偷摸把这个薅进去了。小兔天天闺蜜机现在可火了，之前就推荐过27英寸类纸屏，大屏追剧过瘾不伤眼，语音操控的解放双手。小兔啊，能唱 K， 连上无线麦克风随处可 party， 音质也不错，能 AI 健身，很多专业健身课程。这小人会同步做动作，还给 AI 纠错打分，等于请了私教又不逼着办卡，多美。晚上俩人逛公园，遇到了打乒乓球的大爷大妈。大妈问沙巴会不会打，沙巴说会。会打乒乓球吗？会打，打得不错吧？挺好的，你也挺喜欢的吧？还可以，我不会玩太好。慢慢学就会了。大胖媳妇开始教人做人了。你不能说你会，他们都好厉害。中国人讲究输钱，是谦虚吧？差不多。你要说你不会，其实我会，我就说不会。那我也不会，我假不会呗。行。他俩先跟大妈打，跟沙巴打的时候，大妈说：“小伙儿找对象没呢？”跟大胖媳妇打的时候，大妈说：“小伙儿，谁找的你呢？谁找的你呢？”你这叫会啊？咋不会？你说会没？你是真不会。俩人的比赛呢，就进入了白热化。最后在公园就是嗨了，也不比关于中华文化的深刻解读了，就开始疯狂模仿公园的所有人。但是模仿青少年那一趴，真的大胖媳妇要逗死我了。你得换一个脚蹦，得这样。你得用另外一只脚蹦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不，你是脑中风了吗？你得用另外一只脚呀！你是不是又发烧了？哎，你们大多数的人，如果去想象我每天的生活，是不是感觉应该是挺幸福？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，每天回家一开门，有一个大胖娇妻给我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臂弯，两个可爱的孩子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然后我就像电视剧里独立女性大女主一样，给自己装呼的端起来一杯香槟，享受家庭和事业平衡下的幸福。完全不是。就昨天晚上，我被大胖媳妇给气哭了，自己给自己关厕所，哭了10分钟。我昨天的工作特别忙，我刚出差回来，从机场直接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拍东西，拍了一下午也没拍完。这是我女儿的放学了，得有人接她。完，我老公人没了，我就让阿姨替他去。结果让阿姨刚来，给我打电话说找不着我女儿校车的下车点，是给我急的。那么我老公哪去了呢？人丢了。他本来是记得的，我教过他下班之后怎么去找那个地铁站。结果去地铁站的路上呢，人家饿了，顺着烤冷面那边人就去了，找到了烤冷面，也吃着了烤冷面，但不知道咋折返了。我说你不记得你路过过什么地标吗？他说我记得，我是在兰州拉面那儿拐的弯。但是返程的时候，我发现有数家兰州拉面都长一样，所以他迷失兰州了。他这1个月丢4次了，而且不光是丢，就啥大事小事都得是找我帮他。每一次我不耐烦了跟他喊，他就是示弱加撒娇。那我不认识汉字嘛，那我说汉语别人听不懂嘛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那你就帮人家嘛。然后我就没招了，我就那你说我怎么办？那我就帮人家了，他也挺可怜的，那就都我操心我管吧。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大胖媳妇表面的憨傻有可能是个世纪骗局，她实际上是个 AI， 她的出厂设置就是为了制服我生产的，我就没有招。她这个性格在视频里可能是可爱，但在现实里就是克我。
最后我把他给找着了，给整回家了。一回家那是一个鸡飞狗跳啊！拿铁把载奥达的气球给咬了，然后引爆的爆炸声把自己给吓哭了，俩人撕巴起来了。我爸过来给我们做饭，问我啥东西都在哪儿。阿姨过来跟我说要给拿铁明天预约打什么什么针。我女儿过来跟我说明天学校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。拿铁就是一个哇哇哭，因为在这个家里，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都有语言障碍，只有我是交通枢纽，只有我在这解决问题。我这个枢纽都快崩了，人我老公还没进5环呢。吃饭的时候，我这边工作之前录的一个东西，甲方一直不满意。我说现在大家都小一点声，嘘，妈妈需要录一个东西。我老公说 You need a break from work。我爸说这菜要凉了啊。我女儿说 Why？ 我儿子说啥呢？我就嫌烦，我说我吃完了，你们赶紧吃。然后我就自己回卧室里去，把门一关，重新一遍遍整。你说谁工作的时候不心烦吧？等我好不容易整完的时候，我出来饿的都快突突了，我想坐下吃口饭，一口都没有了，盘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一根菜都没给我剩。我就问我老公，我说我的饭呢？他说你不是说你吃晚饭了吗？我都吃了，那不能浪费。我没办法，拿起手机就给自己点外卖。那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丝委屈的，就上来那个钻牛角尖的劲儿了，越心越委屈，然后自己进厕所气哭了。我老公都没明白咋回事，在外边问我，你拉肚子了？你咋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呢？我说我吃着啥了？我拉肚子，我拿啥拉呀？我爸感觉到气氛不对，赶紧过来劝我，跟我说，这个男的和女的吧，天生基因就不一样。女的天生就比较会照顾人，就心细，就更容易操心；男的天生就心粗，所以你也别生气。我说我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。我曾经就听过一个男生说，啊，我真希望我这辈子有个姐姐，因为姐姐就是特别会照顾人，又能照顾我，又能替我照顾好爸妈。他觉得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就想说，你姐生下来是还债的呀，你命里缺火，你姐命里缺活，生下来就想干活，能不能不把现实问题推卸成物种问题？哪有哪个物种生下来就会照顾人，都是后天逼出来的。因为我们后天受的教育不一样，标准不一样，要求不一样，最后才导致我们会照顾人。我老公如果上一天班回来给拿铁换一片尿布，铁岭新区炸了，我奶我爷我家所有的老人都会说，哎呀妈，你看这爸爸多好。我同样也工作一天回家，甚至工作比他更累。我给孩子做饭的时候，我姥跟我说，你这孩子养的还是瘦啊，这肯定是营养还是不对，你得寻思家里孩子哺乳，那瘦可不行啊。从来要求都不一样，标准都不一样，所以女生天生会照顾人是最大的谎言。我们不是天生会，我们只是想当一个好女性，当一个好妈妈，这个高考分数线更高锻炼出来的。然后我今天说这些不是吐槽我的生活，我的生活也没有啥悲惨的。我觉得任何的妈妈，不管你的工作表面上是很光鲜的还是很平凡的，回到家的繁琐都是一样的。我就是想跟所有年轻的女性、年轻的妈妈们说，不要总是那么喜欢自我反省、自我谴责，也不用那么轻易的就对周围的一切产生同情、愧疚，然后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自己身上，还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。其实别人也不一定多心疼你，人都习惯了。别学咱们妈妈那代人，就是我很苦，我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你有那个牙，你往肚里咽干啥呀？你咬它呀，你咬它呀。当大胖媳妇儿第一次冲浪，好紧张啊！ brother, my brother, my brother, my brother. Ay, shito, brother. 哎呦我的妈！你是来拉屎的吧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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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